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37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最近新复刻的这一个来自匹克的 DH3。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说起匹克最能打的篮球鞋，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有一双鞋一定会出现在这一个榜单上面，那就是霍华德3代。当时它低廉的价格，加上比较不错的配置以及出色的实战性能，再加上 NBA 球星代言的一个加持，让它成为了当时匹克旗下的各种翘楚。即使是现在，在我很多匹克篮球鞋的测评当中，也会时不时的有人说起 DH3， 说那才是匹克迄今为止推出的所有篮球鞋当中最棒的一双。不过我自己并没有穿过元年的 DH3，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一双复刻之后的 DH3 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虽然这一双鞋的整体外观造型跟之前的元年版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它在大底、中底、鞋面都做出了改变，也可以说这一双鞋跟元年之间除了外观造型没有变之外，其他都变了。在大底方面，这一次使用了全掌的人字纹纹路，而我手上这一个配色用的是全掌的水晶底材质。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匹克这一个品牌一直不会让人失望。在干净的场地上面，在做一些变向以及急停动作的时候，脚底下不会出现一丝多余的滑动。即使是场地上面有灰尘，它的抓地力表现也依旧出色，基本上不怎么需要用手去擦拭鞋底，它也能够拥有够用的抓地力。整体在抓地以及吸灰方面表现十分拔群，非常棒。不过它在耐磨性方面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出色，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硬度只有不到60，想要用来打外场的朋友，我是不推荐的。它还是更加适合用来进行室内木地板上面的实战。虽然它的纹路还算比较深，如果想用来搞一下塑胶场地，还算勉强可以。不过我还是更加推荐大家穿它只用来打室内的木地板。中底从原来的全掌魔弹改为了一母双密，前掌超级魔弹，后掌太极。前掌的魔弹调教的恰到好处，不软也不硬，在保证拥有不错的脚感同时，还保证了它前掌的反应性。在突破的过程中，前掌几乎不会有泄力的感觉出现，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不过后掌的轻量化太极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出色了，调教会略微偏软一些，脚感确实非常不错，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后掌的柔软，但是在缓震极限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还是能比较明显的感觉到那种一脚踩穿的那种感觉。如果你对于缓震极限的要求会比较高，那这一双鞋可能并不适合你。这一双鞋的缓震极限，我觉得体重在150斤以内的球员可以尝试一下，超过150，可能它的缓震极限就不太够用了。不过它的前后掌过渡还算流畅，中底处的这一块长条形的碳板很好的衔接了它的前后掌，不管是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跑动的感觉都非常不错。中底的龙骨落差并不算大，穿上脚之后还是会有一点点前高后低的感觉，不过并不是特别明显。不管你是打全场多还是打半场多，这一双鞋都还算比较合适。但是如果你想穿这一双鞋进行高强度的实战，我觉得它并不是特别的合适。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不宽也不窄，对于脚型的适配还是比较广的，不是太宽的脚应该都没有问题。不过高脚背的兄弟我建议你还是先去试穿一下，再决定是否要购买。它的半掌内靴还算有一点弹性，不过它前掌的这个松紧鞋面在系紧鞋带之后，还是会略微有一点点这种压脚背的情况出现。虽然它的鞋面具有一定的弹性，但是鞋面边缘处几乎是不具备什么延展性的，所以如果你的脚背比较高，尽量还是先去试穿。这一双鞋的整体包裹体验非常不错，包裹舒适，并且在每一个部位的包裹都恰到好处，动态锁定也十分优秀。在变向或者侧向蹬地的时候，脚在鞋内不会发生位移，急停急起的时候也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但是它的鞋面在强度方面真的是差了点意思。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或者侧向蹬地的时候，它的鞋面会出现兜不住脚的一个问题。在防守的过程中，如果与球员产生对抗之后，这个现象会更加的明显。如果你打球是有一定强度的，那这一双鞋在鞋面强度方面肯定是不能满足你的。但是如果你打球的强度并不是特别大，或者你就是想要买一双鞋用来进行训练，那这一双鞋的强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不过说到它的鞋面不得不说一下它的这个鞋帮。虽然它的鞋帮是这样的一个高帮造型但是对于脚踝的限制非常少，穿它打球的感
感觉基本上就跟一双低帮的篮球鞋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如果你想着它的鞋帮能够提供给你多少的保护性，那你就想多了。脚踝处的鞋面很软，打内线或者是对于脚踝支撑有比较高要求的朋友们，建议你们还是考虑清楚。在中底的强度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大面积的碳板保证了球鞋中底的整体刚性，也保证了它的抗扭性。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的时候，虽然它的鞋面会有点兜不住脚，但是中底的形变并不会特别明显，中底刚性是 OK 的，不过足弓支撑也略显不足。球鞋的中底比较平整，并没有在足弓处做出明显的上扳，而且中底的缓震材料略微有一些偏软，穿久了之后足弓处的疲惫感还是会比较明显的。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中规中矩，并不是特别出色。它的大底宽大且平整，中底的重心也控制的比较不错，但是由于后跟处的缓震材料调教的略微有一些偏软，而且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加固措施，在实战的过程中，在后跟落地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太放心的感觉。在重量方面控制的还算 OK， 单支41码的重量是416克，虽然数值好像比较一般，但是它的鞋脚一体性比较出色，重量布置也比较合理，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还算可以接受，这一点大家也可以放心。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C+， 这一双鞋虽然定位偏向于内线，但是我整体穿下来的感觉，我觉得它还是更加适合一些偏外线打法的锋线去进行选择。但是如果你打球的强度比较大，那这一个鞋款我并不是特别的推荐，它的鞋面强度真的不是特别出色，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差的。而且这种材质的鞋面在穿着了之后，它的强度衰减是会比较快的，所以我还是劝大家慎重考虑。但是如果你就想要买一双脚感舒适的篮球鞋来进行日常的训练，我觉得这个鞋款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除了鞋面强度稍微差一点之外，其他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舒适的脚感加上出色的抓地力，用来训练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1码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不过匹克的篮球鞋，我建议大家还是先去试穿一下，再决定要购买什么尺码，毕竟匹克的尺码真的有那么一点点难以琢磨。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